这次安全报告确实是历史性的转变，因为美国持续不了吃干抹净，让别国没有活路的模式了。但是针对的目标也确实依然还是我们，只不过之前是美国怼到我们家门口，在咱们底线和核心关切上进行博弈，如今被我们把战线推到了美国后院西半球，仅在利益分配这个层面上掰手腕了。中美之间的博弈依然是全球的主线，美国的战略安全报告依然讨论的是咋获利谁买单的问题。以前是全球获利，南方国家买单，现在是在东大强劲的工业发展上获利，那谁来买单呢？是盟友买单。日韩和欧洲怎么买单呢？这其实才是战略部分亚洲和欧洲这一块真正讨论的问题，也是近期欧洲领导人蜂拥而至的真正动因。亚洲部分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不就是我们将打造一支能在第一岛这个区域抵御侵略的部队，但美国军方既无力支持，也不应承担此重任。美国的盟友们应该挺身而出。不得不说贝森特要求修改措辞的这个执行的真的很好，抵御侵略没毛病啊。要是日本有侵略的动向，何止是美国的盟友挺身而出，到时候中美俄那都是参与方啊。实际上这段话结合上下文说的是地区防御让日韩买单，所谓组建军队，北约现成的军队面对俄罗斯都不敢动，你觉得美国真的会投入资源在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门口现攒一队吗？这收益点是什么呢？那位女博主把这种专门喂给日本右翼和绿营的秃地上的口香糖拿来反复咂摸，再喂给观众，还是有点过分了这段话结合上下文理解就是以后地区防务自己出钱，美国就不参与了，说两句似是而非的硬话，装点一下180度转弯的这个姿态而已。而欧洲部分，我给各位几组数据，大家瞬间就能领悟川普大统领的怨念和安全报告的背景了。欧洲媒体 Euroactiv 提到24年5月到25年5月期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了 12%， 其中对法国出口增加了 24%， 对德国出口增加了 21.5%。 而统计口径比较保守的我国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呢，今年前10个月，中国对欧盟进出口同比增长了 8.4%， 对美下降了 17%。 24年的1到10月虽然也是增长的，但是增长速度只有 3.5%， 就是说这个贸易战打的咱家的出口还越打越多了。这个数据说明的是大统领在前面喊冲啊，兄弟们围了这个富户，咱们一起吃肉喝酒，然后兄弟们玩命的挖大哥的墙角。对华贸易规模不仅增加，增速还变快了。那在七国集团各种峰会上面，一个个政客贡献的那都是封神的演技呀。还记得贝森特说6月 G7 峰会上面他提议一起加征买俄油的国家 200% 的次级关税吗？结果所有人都低头看鞋。其实真相更好笑。对欧洲出口从增速的趋势来看，21年第一季度之后，也就是拜登上任之后，我国对欧盟出口累计增速是下滑的，但是24年下半年就出现了拐点，此后对欧盟出口持续稳步提升，尤其是到了今年的下半年，出口累计增速一直维持在 8% 以上，基本恢复到了19年的水平。而主要出口的商品是光伏、新能源汽车和机械。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这帮子欧洲的左派真的是只听民主党的，完全不给川普面子川普上台增速开始提升，发现美国打不赢关税战，增速直接起飞，嘴上迎合着川普，手上是一刻不停的掏钱。在欧洲进口我们的商品增速最快的前3个国家分别是德国增长了 10.6%， 意大利增长了 9.6%， 德国增长了 7.9%。 各位再回想莫尔茨、马克龙和梅洛尼在跟川普开会的时候表现出的那股子同气连枝的那个浓眉大眼的样子呀，真的是演技大赏。而其中表现的最优秀的就是我龙哥。为什么龙哥选择去成都？四川人民马克龙还得才琴瑟哟。要知道空客除了欧洲大本营外的唯一一个全生命周期服务中心就在成都。飞机的成本其实有一半在制造，另一半都在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上面，这对于我国商飞的发展极具价值。未来咱们同胞也能干上飞机维护这种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了。另外，成飞的老对手生产阵风的达索集团也在成都有投资，虽然说是在动力电池方面，但是可以说法国2大工业明珠齐聚成都，这个事儿本身就够扎他老铁川普的心的了。川普都吆喝了2届政府了，要投资美国，要制造业回流，结果四川的供应链把凌空天行这种民企的高超音速导弹都给孵化出来了。法国的外长还在 G7 贡献精湛的演技呢。你说龙哥没听懂高山流水觅知音，我说你不懂政治的表演层次和利益的赤裸。所以不是美国不想围堵了，是这个队伍太难带了，看似是一拥而上，
其实欧美封建制的这个传统啊，瞬间就会在利益面前陷入彼此的囚徒博弈，谁先背叛谁收益最大，从十字军东征到现在都没有变过。因此美国的安全战略报告将欧洲定性为背叛了主义和文明，并强烈暗示欧洲的这个人口结构啊，已经不是当年咱的盟友的那个欧洲了，串了种了。其实就是在为最后的收割在选民心中减轻道德负担。那怎么收割呢？美国当年跟拉美在蜜月期的时候啊，也有一个军事盟约，叫做美洲国家互助条约，要求成员国在外部侵略或者内部颠覆时协同行动。后来呢，就以军援为诱饵，要求盟国政府增加军费，要占到 GDP 比重的 5%。长期巨大的军费开支就导致这些国家用来发展经济的资源不足，原本的工业体系就萎缩甚至崩溃了，于是就更依赖进口了。那逆差和赤字同时不断扩大，就得贷款啊，借钱啊。当时拉美国家的债务 70% 都是从美国的商业银行借的，这不就需要美元了吗？最后就发展到必须要变卖国本的地步。如今北约的军费已经增加到各国 GDP 的 3% 了，这些国家的赤字呢也都开始往上窜。那国内工业必然萎缩，就得进口工业品呢。虽然美国不产工业品，前面说了它可以嵌到进南美的工业原材料里，银铜铁锂产的都是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光伏、新能源汽车。还记得欧盟现在主要进口的商品是啥吗？就是这些。而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原材料的涨价是可以向下游传导的，可以说谁买的多，谁就在给美国这个南美战略买单。那么为什么中美 APEC 刚言和，欧洲领导人就急吼吼的要来呀？看看美国最新出来的这个安全战略报告，以欧美的那个交情和西方人阴谋诡计都写在脑门子上这个传统，欧洲现在很清楚美国要干嘛了。没有了美国的安全承诺，又上了美国的菜单的欧洲，现在想处理大俄的威胁和被踹进拉美同款的中等发达国家陷阱的这个希望啊，就只有我们了。这个是逻辑的底色。但是政治的幽默就在于，台上表演的政客们彼此之间都清楚对方拿的是什么剧本，可是面对不同的选民观众，又要演得合情合理、入木三分，迫不得已英雄本色。今天我就把剧本也告诉诸位，后续我们就且看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也跟着强大的祖国好好感受感受什么叫做我自岿然不动的从容。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